到长安的董卓会如何处理朝政？他为什么会被吕布给杀害了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吕布诛杀董卓及貂蝉的历史真相。191年4月，董卓来到了长安城外。虽然他在洛阳被孙坚打得狼狈不堪，但回到长安后依然是神采飞扬。文武大臣们早已等候在城外，用盛大的仪式迎接他的到来，包括此时的御史中丞皇甫嵩。董卓为了羞辱皇甫嵩，故意让他跪着迎接，还用言语挖苦了他。之后，他坐着干摩车，神气十足地进入了长安城。从此，长安便不再安宁了。2个月之前，他让汉献帝加封他为太师。太师这个官名最早起源于商朝，到周朝的时候进一步完善，组成了最早的3公，即太师、太傅和太保。秦朝的时候被废止，汉朝又重新开始启用，与3公的地位相当，但不具有实际的职权，大多只是心腹大臣的加衔。后来又称太子太师、太子太傅和太子太保，都是太子的老师。老师去世后，一般也不再补充，所以很多时候这3个职位不是一直有人担任的。可见董卓作为相国还是不满足，又加封为太师。他就是除了皇帝暂时还不敢当，从古到今最大的官他都想当个遍。之后他将弟弟董民封为左将军，侄子董黄封为中军校尉，其他的宗族子弟也都入朝为官，董氏家族开始权倾朝野。接着他要改革币制，他下令废除了五铢钱，改用重新铸造的小钱。可是这种小钱的制作非常粗糙，百姓们不愿意使用，还在偷偷地使用五铢钱。董卓大怒，立即让私立校尉去抓捕不听话的百姓，最终导致冤假错案频发，物价飞涨，市场混乱，而他自己则富得流油。他把搜刮来的财宝都送往自己的封地眉县，即今天的宝鸡市眉县，在这里专门建了一座物堡，城高7丈，董卓的亲族和直系军官都居住其中。里面除了存放珍宝和财物外，还有大量的粮草，足够30年之用。他自己曾自豪地说，如果能平定关东，那我就可以雄居天下，即使最后失败了，我也可以守着煤物，安稳地度过此生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在长安城的东边给自己修了一座堡垒，所有大臣都需要到他的太师府商议朝政。他对大臣们的态度极为傲慢，大臣拜见董卓都需要下车跪拜，而董卓则不需要回礼，下属稍有言语冒犯，就有可能被他当场处死。10月，他指使人诬告张温，说他与袁术勾结，随后张温就在长安城的集市上被活活的鞭打而死。满朝文武都对他敢怒不敢言，可是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何虞和郑泰等人对董卓不满，他们采用荀攸的计谋，说服了董卓亲近的越骑校尉伍孚，让他去刺杀董卓。然而伍孚刺杀失败后当场遇害，董卓便开始彻查凶手。最终何虞和荀攸被关入大牢，郑泰和华歆等人则逃出长安城，投奔了袁术。从此之后，董卓变得更加暴躁和多疑，连他最为亲近的义子吕布也不例外，经常醉酒后辱骂吕布。有一次竟然将一把戟扔向了吕布，幸亏吕布身手敏捷躲了过去，要不然就当场毙命了。吕布连忙跪下道歉，董卓方才消了怒气。可董卓的气消了，吕布的心却揪起来了。原因是他早就和董卓的一个婢女私通了，他担心此事是不是已经暴露，被董卓给察觉到了，那样的话他就必死无疑了。所以吕布变得惶恐不安。由于司徒王允一直厚待吕布，于是有一次吕布就将董卓差点杀了他的事告诉了王允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王允表面上对董卓极为恭顺，深得董卓的信任，其实暗地里却一直与师孙瑞和杨赞等人谋划着刺杀董卓。于是吕布的这次诉苦立即就让王允抓住了机会，他开始试探吕布，并将刺杀董卓的计划全盘托出，希望他能做内应，共同诛杀董卓。吕布有些犹豫，说他和董卓毕竟是父子，不好下手啊。王允却告诉他，他姓董，将军你姓吕，又不是亲生骨肉，何况你现在应该是保命要紧，他都要杀你了，你还谈什么父子之情呢？于是吕布被王允说动，准备诛杀董卓。
而且此时正是刺杀董卓的绝佳时机。董卓的将领们董越和张继驻守在弘农，即今天河南灵宝市东北的黄河沿岸，负责阻挡孙坚。牛辅、李傕、郭汜等人则领兵出征关东，劫掠粮草去了。他的弟弟董民和侄子董黄等人则驻守在眉坞，所以长安城里最为信任的人就只剩下吕布了。192年4月，在王允的策划下，一切准备就绪。这一天，汉献帝大病初愈，召集群臣在未央宫议事，董卓一定会来参加。于是王允让师孙瑞提前写好诏书交给吕布，让骑都尉李肃以及齐毅和陈魏等10多名勇士伪装成宫门卫士，手持长戟，在北雁门等候董卓。雁门指的是宫殿正门两旁的边门，大臣们进殿只能走雁门。董卓收到消息后，便准备乘坐马车前往未央宫，可刚出发，马匹就突然受惊，将董卓摔到了地上，浑身都是泥土。他只能返回家去更换衣服。这时他的少妻劝阻他说，这不是个好征兆，你最好还是别去了。可董卓觉得长安城里还没有人能对他造成威胁，何况还有吕布保护他呢，所以就没有听从。但为了谨慎起见，他还是在朝服的下面穿上了铠甲。然后他再次乘坐马车前往未央宫。当他来到北雁门外的时候，李肃等人突然手持长戟冲了出来，刺向董卓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董卓在朝服之内竟然还穿着厚厚的铠甲，根本刺不进去，只是刺伤了他的手臂。董卓大惊，连忙呼叫吕布。这时只见吕布缓缓走到董卓的对面，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诏书，告诉董卓，我可是奉旨讨贼的。说完，吕布便和众人一起当场斩杀了董卓。至此，董卓终于走完了他这罪恶的一生。董卓被杀的消息迅速传开，长安城立即就沸腾了起来。士兵们高呼万岁，百姓们载歌载舞，有些人甚至来不及回家取钱，立即当掉身上的珠宝换成酒肉，开始大肆的庆祝。接着皇甫嵩也率军出发了，他要前往董卓的封地眉县，去攻打驻守在眉坞的董民和董黄。最终董氏全族被诛杀，眉坞里珍藏的2-3万金金、8-9万金银，以及各种奇珍异宝和大量的粮草，全部收归了朝廷。董卓的尸体也被拖到长安城当街示众。由于当时天气炎热，董卓肥胖的尸体竟然开始晒得流油了。守尸吏找来一根灯芯，插入了董卓的肚脐眼，点燃起来后，竟然光明达曙，如是今日。然而用董卓的身体燃烧的这盏灯，虽然烧灭了董卓，却并没有照亮大汉王朝的黑夜。长安城里狂欢的老百姓更不会想到，董卓的死并不会换来太平，相反，更加混乱的局面才刚刚开始。讲到这里，或许很多人会有疑问，怎么没讲貂蝉呢？貂蝉与西施、王昭君、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4大美女。可她与另外3位最大的不同在于，她并不是历史真实人物，而是虚构出来的。她最早出现于元代的《三国志平话》，这是一本讲述民间传说的书。她是这样介绍的：貂蝉姓人，名叫貂蝉，是吕布的原配妻子，因为战乱才与吕布失散，然后才成为司徒王允的义女。后来的元杂剧《夺戟》则介绍她姓人，名叫洪昌，因为进入宫廷后掌管貂蝉官，所以称她为貂蝉。在后来的元杂剧《连环计》给她补充了家庭情况，说她的父亲名叫任昂，家住在滨州九原县的木耳村，即现在山西省忻州市东南3公里的木之村。到了元末明初，罗贯中在前人的基础上，正式推出了《三国演义》版的貂蝉形象，被大众所熟知。因此在正史中并没有貂蝉的记载，董卓的死也和他无关。不管怎样，董卓已除，王允和吕布成为了最大的英雄。王允被任命为录尚书事，掌管朝政；吕布被拜为奋威将军，封为温侯，共掌朝政。那么王允是如何执政，又是如何安抚董卓旧部的？董卓的部将们会俯首称臣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董卓被杀后，王允便开始掌管朝政。那么他是如何处理董卓部下的？凉州兵又是如何攻陷长安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王允举棋不定，即汉献帝刚出虎穴，又进狼窝。
董卓被杀后，王允居功自傲，一改往日谦虚谨慎的作风，变得骄傲且自负。有一次，大臣们在王允的家中喝酒，说到董卓被杀的时候，蔡邕便叹息了一声。然而，他的这一声叹息却让王允大怒，立即将蔡邕关入了大牢。大臣们极为震惊，纷纷地给蔡邕求情，但都被王允驳回。此时，蔡邕正在续写汉史，他请求王允可以给他的脸上刺字，或者砍断双脚，只求留他一条性命，让他把汉史写完，但王允依然不答应。太尉马密堤亲自前往王允的府邸，告诉王允，蔡邕是难得的旷世奇才，应该给他个机会，让他把汉史写完。没想到王允却说，汉武帝当年没杀司马迁，结果让他写成了《史记》那种棒书。现在国势衰败，难道让蔡邕也像司马迁那样毁谤和污蔑天子吗？此话一出，马密堤彻底无言了。在王允的口中，连《史记》都成为棒书了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于是他走出王允的府邸，对等候他的众人说道，就王允的这种作为，恐怕他也维持不了多久了。说完便摇头叹息而走。不久后，蔡邕惨死于狱中，终年61岁。这一年，他的女儿蔡文姬年仅15岁。蔡邕死后，满朝的文武大臣和士大夫们无不感到伤心和失望。接下来，王允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解决董卓的旧部。董卓虽然死了，可他的凉州兵还在，而且凉州兵是董卓的嫡系，不仅战斗力极强，还对董卓极为忠心。所以凉州兵处理不好，是很容易再次发生动乱的。吕布提议应该将董卓的旧部全部诛杀，以绝后患。可王允不同意，他说罪行都是董卓犯下的，与他的部下们无关。于是他与师孙瑞等人商议后，决定以皇帝的名义赦免董卓旧部。然而诏书刚准备发出，王允就后悔了。他觉得董卓的部下是受董卓的裹挟才犯的罪，因此他们是无罪的，既然无罪，又何谈赦免呢？如果给他们强加一个罪名，然后再赦免，只会引起他们的恐慌，适得其反，所以不能赦免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虽然他们是无罪的，但是火烧洛阳，残害百姓又都是事实。如果赦免了他们，袁绍等关东军肯定也会不满。所以既不能剿灭，也不能赦免，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自行解散。这样的话，既不得罪凉州兵，也不得罪关东兵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可是有大臣就提出质疑，他们除非迫于压力，要不然怎么可能自行解散呢？可是如果让朝廷派兵威胁，朝廷所能控制的兵力基本都是董卓旧部，所以只能让关东兵前去。可凉州兵与关东兵水火不容，到时候只会逼着他们反叛，所以让他们自行解散是不现实的。这时又有大臣提议，可以让皇甫嵩去担任他们的统帅，这样他们既不用解散，也不会反叛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王允听后也觉得可行，一方面皇甫嵩忠于朝廷，不用担心他会拥兵自重；另一方面，皇甫嵩统兵有方，只有他能镇得住凉州兵，的确是个好办法。可是转念一想，他又觉得不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凉州兵的问题解决了，可是皇甫嵩率军驻守在险要之地，关东兵就会感到压力，怀疑朝廷要对付他们，这样就得罪了关东兵，所以也不行。于是左也不行，右也不行，董卓旧部的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来。可是王允不着急，凉州人可心里没有底。不多时，民间就谣言四起，说王允正在预谋，准备杀光所有的凉州人。这下凉州人人人自危，身处关中的凉州将领们开始拥兵自守，并秘密联络，准备对抗朝廷。这时王允终于拖不下去了，让吕布派人先去解散驻守在陕县的凉州兵。于是吕布就派出李肃
拿着皇帝的诏书去缉拿牛辅，并解散他的队伍。牛辅是董卓的女婿，此时正率兵驻守在陕县，他手下的将领李傕和郭汜等人则率兵前往中牟县攻打朱郡去了。他们和吕布都曾经是董卓的部下，可吕布的部下大多是滨州人，所以吕布杀害了董卓后，凉州兵和滨州兵也就水火不容，结下了深仇大恨。听说李肃前来解散他们，那就新仇旧恨一起算。他们不但不奉诏，还发兵攻打李肃，李肃不敌，连忙退走。至此，牛辅便与朝廷彻底决裂了。可是他虽然打退了李肃，但害怕朝廷发兵讨伐，心里没底。惶恐不安之下，他就经常惩处士兵，导致士兵们也开始惶恐，陆续有人开始逃跑。一天夜里，准备逃跑的士兵被执勤的士兵发现，于是双方大打出手。睡梦中的其他士兵被吵醒后，也加入了混战，于是营中大乱，分不清敌我，开始自相残杀。牛辅见控制不住，只能带着所有的财宝，率领着5、6名亲信北渡黄河而去。李傕和郭汜听闻后大惊，连忙赶来支援。可等他们到达后，却得知牛辅的亲信见财起义，为了抢夺珍宝，竟然杀害了牛辅，还将首级送往长安邀功去了。群龙无首的李傕和郭汜等人惶恐不安，走投无路之下，只能给皇帝上书，决定举兵投降，请求朝廷的赦免。王允得知后非常高兴，既然牛辅已死，那么剩下的便是些乌合之众，不足为虑了。于是他给李傕等人回复说，朝廷已经赦免过你们1次了，大汉王朝没有1年赦免2次的先例，所以不予赦免，你们还是自行解散吧。李傕等人心如死灰，万般无奈之下，也只能就地解散了。可就在这时，贾诩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贾诩是凉州姑臧人，即今天甘肃武威人。年少时就有人认为他有张良、陈平之才。董卓进京后，任命他为讨虏校尉，之后便跟随牛辅进驻了陕县。现在牛辅死了，他的命运也就和凉州兵彻底的捆绑在一起了。他告诉李傕，王允想把凉州人赶尽杀绝，如果我们就地解散，那么之后一个小小的亭长就能把我们抓回去。既然左右都是死，那还不如率领大军去攻打长安。如果侥幸成功了，可以征服天下；如果失败了，那我们就抢掠3府之地的财物，还可以率军返回陇西。众将听后深表赞同。于是李傕便开始联络各地的凉州将领，然后率军前往长安。王允得知后并不慌张，找来了凉州人胡文才和杨整修，让他们前去劝降凉州兵。可是他们见到李傕后，不但不劝降，反而鼓动他们继续前往长安。王允见劝降不成，就召来了徐荣和胡轸，让他们率军前去平叛。这2个人我们并不陌生，也都是董卓的旧部。一个是曾经战败过曹操和孙坚的徐荣，一个是在吕布的掺和下败给了孙坚的胡轸。他们率军前往新丰，即今天临潼区东北，在这里迎击凉州兵。结果徐荣战死，胡轸率众投降。之后李傕一边进攻，一边沿途收集凉州兵，等大军到达长安城时，已经有了10多万人。同时关中的樊稠和李蒙等董卓旧部也赶来会合，共同向长安城发起了猛攻。可是长安城太过坚固，整整围攻了8天都无法攻下。正当李傕等人进退抉择的时候，吕布军中的蜀兵竟然反叛了。他们打开城门，把凉州兵给放了进去。10多万凉州兵进城后，便开始大肆的屠杀，一时间哀嚎遍野，生灵涂炭，无论平民还是官员，见人就砍。太常仲服、太仆鲁旭、大红吴周焕、城门校尉崔烈、越骑校尉王琦等人全部被杀。吕布见状，知道大势已去，率领着数百骑兵开始突围。
当他们走到青锁门的时候，遇到了王允。吕布让王允跟他一起走，可王允却说：“皇上还年幼，只能依靠于我，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？希望你出城后能鼓励关东豪杰一起前来亲王。”说完，他便扶着汉献帝向宣平门走去，吕布则率众逃出了长安城。当王允带着汉献帝来到宣平门的时候，李傕等人早就在这里等候了。王允怒问李傕等人：“你们身为臣子，却纵兵护卫，到底想干什么？”李傕则对汉献帝说：“陛下请不必惊慌，我们只想请问王司徒，董太师忠于陛下，为何无故被杀？我们此次前来，只想为董太师报仇，等事情结束后，我们就去廷尉处受罚。现在请王司徒给我们个说法。”王允无奈，只好下楼与李傕等人对峙。然而他刚走下来，就被凉州兵给劫持了。随后他们便控制了整个长安城。紧接着，李傕以天子的名义征召宋义和王弘进京。宋义是左平邑太守，王弘是右扶风太守，他们两人都是王允提拔的，因此要想斩杀王允，就必须先处理掉这两个人。王弘收到诏书后，派人对宋义说：“只要有我们两个人在，李傕就不敢为难王允，但只要我们进了长安城，必定是有去无回，所以不能去。”宋义却回复说：“有皇帝的诏书在，君命不可违呀。”王弘提议说：“我们应该联合关东军，举兵清君侧，只要关东军响应，我们就可以转败为胜。”但宋义执意不听，王弘独木难支，只能一起前往长安城。结果他们一进城就被关入了大牢。随后，宋义和王弘、王允及其家人10余口，以及司隶校尉黄琬等人全部被杀。从此，朝政便掌握在了李傕和郭汜等人的手里，汉献帝才逃出董卓的虎穴，就再次进入了李傕和郭汜的狼窝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大部分人对曹操的了解都局限于《三国演义》，那么他在正史中是如何记载的？汉末乱世之中，他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曹操的成长史，以及荆州兵占据兖州。曹操，字孟德，小名阿瞒，是沛国谯县人，即今天的安徽亳州人。他的父亲曹嵩，我们之前讲过，是宦官曹腾的养子，曾担任过司隶校尉、大鸿胪、大司农，位列9卿。之后通过贿赂宦官以及给皇帝捐了1亿万钱修建西园，被拜为太尉，成为了3公之首，但只干了几个月就被罢免了。曹嵩共有5个儿子，曹操是长子。作为世家子弟的曹操，年轻的时候放荡不羁，任性好侠，毫无德行，所以很多人都不看好他。有一次，他让东汉的名士许绍评价他是怎样的人，许绍本不想回答，但曹操坚持要问，许绍便回答他说：“子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。”曹操听完后大笑而去。174年，20岁的曹操举孝廉，成为了一名郎官。不久后，他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，成为了洛阳城里的一名县尉。洛阳城里的皇亲国戚众多，很难管理，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曹操上任后，制作了10余根五色棒，并且下令，无论是谁，凡有犯禁者，就拿五色棒伺候。没多久，宦官蹇硕的叔父违禁夜行，被曹操下令用五色棒当场给打死了。蹇硕可是汉灵帝最为宠幸的宦官，甚至他驾崩后托孤的就是这个蹇硕。可见曹操这次得罪的并不是一般的贤贵。幸亏他的父亲曹嵩是宦官的养子，而且位高权重，通过一番运作之后，只是将他明升暗降，让他离开洛阳城，前往顿丘县去当县令。顿丘即今天的河南省清丰县。178年，由于堂妹夫得罪了宦官，曹操也受到了牵连，被免去官职，回到了家乡谯县闲居。2年后，他再次被启用，被任命为议郎。
184年，黄巾起义爆发，他被拜为骑都尉，率军与黄甫松等人清剿黄巾军。由于战功卓著，被任命为济南国国相。可是他上任后发现，济南国下辖的10几个县，官员们全都依附权贵，贪赃枉法。为了整顿官场，他竟然将80%的官员都给罢免了。如此大规模的整顿，自然又得罪了不少人，朝廷只能把他调走，任命他为东郡太守。可是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东郡也同样如此，他实在不愿意同流合污，只能托病辞官，再次回到了家乡谯县，过起了读书打猎的隐居生活。188年，汉灵帝设置了西园8校尉，曹操再次被启用，任命他为典军校尉。结果第2年，董卓就进京控制了朝堂，曹操不肯为董卓效命，偷偷地离开洛阳，前往陈留郡。在这里，他散尽家财，招兵买马，准备讨伐董卓。190年，关东诸侯共同推举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，发兵讨伐董卓。曹操也率众参加。这一年，曹操36岁。之后的事，我们在前几期的视频中都已讲过。吕布斩杀了董卓，王允优柔寡断，导致李傕和郭汜控制了长安，东汉王朝依然是名存实亡。在此形势下，各地军阀割据，黄巾军也借机发展壮大。虽然黄巾军的主力已被黄甫松等人给剿灭了，可各地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，其中最为强大的是张飞燕率领的黑山军。黑山军在河内郡一带的统帅叫余独，他们以朝歌的鹿长山为中心，控制着周边的各山头。191年7月，余独联合了白绕和睢固，率领着10余万大军前来攻打魏郡和东郡。兖州刺史刘岱派东郡太守王公前去迎击，但王公抵挡不住。曹操得知后，率军前去支援，在东郡的治所濮阳打败了黑山军的白绕。战役结束后，袁绍上奏，任命曹操为东郡太守，但治所不在黄河南岸的濮阳城，而是黄河北岸的东武阳城。曹操让夏侯惇率军驻守白马渡口，防止黑山军南渡，他自己则率军驻守在顿丘县。192年，余独再次率领10万大军，准备去攻打东武阳，而曹操只有数千兵马，根本抵挡不住。于是曹操没有采纳诸将回军救援的意见，而是采取了围魏救赵的战术。余独的大本营在鹿长山，那里有他们的妻儿老小，因此只要攻打鹿长山，余独就必然会放弃攻打东武阳，赶来救援大本营。而曹操早已在半路布下了伏兵。黑山军听说大本营遭受危险后，纷纷赶回救援，然而他们军纪散乱，撤退毫无章法，导致大军战线过长，首尾不能相顾。曹操集中优势兵力，以逸待劳，在半路设下埋伏，突袭黑山军，再次大胜，东郡暂时获得了安稳。至此，曹操自起兵以来，终于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。192年4月，青州的黄巾军攻入兖州，他们先是攻下了任城，即今天山东省济宁县，斩杀了任丞相郑遂，接着又向东平挺进。兖州刺史刘岱得知后，不顾济北相报信的劝谏，率军正面迎战黄巾军，结果战败后被杀。随后黄巾军向寿张前进，即今天山东省东平县西南。他们人数众多，一路势如破竹，而此时兖州群龙无首，官员们都极为恐慌。这时曹操的部下陈宫看到了机会，他说服了刘岱的旧部归顺曹操，济北相报信也极力地推荐曹操。于是他们经过商议，决定推举曹操为兖州刺史，率军迎战黄巾军。曹操上任后，率军前往寿张，他带领着1000余人前去观察地形，结果被黄巾军发现后，率兵追击，最终损失了数百人后，方才侥幸逃脱。随后黄巾军便尾随而来。情势危急之下，兖州的将士们非常紧张，
而曹操则身披甲胄，亲自巡视，并且改革军制，严正军令，激励将士。他了解到叛军并没有稳定的补给线，只能靠劫掠来补充粮草，于是他便设伏突袭叛军，让他们来不及劫掠。经过数个昼夜的激战，叛军终于粮草告急，率军北撤。曹操则乘胜追击，一直追到济北国的时候，叛军无路可逃，只能缴械投降。他们号称有100万之众，但其实包括10万百姓在内，也不到30万人。曹操从投降的黄巾军里挑选了一部分精锐，组成自己的军队，号称青州兵。随后他又完善了屯田制，使百姓不仅能养活自己，还能供养军队。至此，东汉13州，曹操独占1州，而且兵力强盛，成为了一支能影响时局的重要力量。这一年，曹操38岁，开启了他文治武功的新局面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